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和老公结婚8年，没有孩子，受尽婆婆的欺辱。她很爱我，在查出我不孕不育的当天，她主动对外声称是她身体的问题。后来我们领养了一个孩子，正当我回想我们的爱情时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，婆婆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：儿子，你想的办法真好，这样就可以让你和陈姨的孩子光明正大的接回家了。陈姨，我家的保姆。我从来没想过这种狗血剧情会落在我头上。那既然来了，老娘就好好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狗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跟老公林成结婚8年，没有孩子。这8年里，婆婆一直对我有意见。结婚前几年还会避嫌，到了后来，她干脆不装了，在外人面前叫我不会下蛋的鸡。老公看不下去了，带我去医院检查。我们去的是私立医院，结果当天下午就出来了。听着医生对我说出不孕不育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这个结果对我无所谓，我并不是太想要孩子，但是对于只有林成一个儿子的林家来说，却是融不进眼里的沙子。还没出医院，我提了分手。我不想耽误他，更不想继续受他那个妈的气。林成当即急了，2只手握住我的肩膀，稳住了我。他的眉眼间透露着坚定。青青，我们不离婚。说完，他进了医院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手里拿着一张报告单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输精管断裂，此生无法生育几个大字。林成拿起手机，把这张纸拍成照片发到了家族群里，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：林成，爸妈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我有问题，你们之后不要再为难青青了。看着他一句话一句话在手机上回应的样子，我的心脏猛然跳了一下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那天之后，婆婆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。还没1周，林成提出了去领养一个孩子的想法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总归来说，我心里是有些心虚的。把所有手续都办完，我们把一个小男孩带回了家。我本以为这孩子没命，想给他取一个，没想到这孩子已经有了名字，叫林木一。婆婆平时最爱刁难人，我本以为带林木一回家后，婆婆会百般刁难，可事实正好相反。婆婆不仅亲自下厨，平常花10块钱都要犹豫半天的人，竟然给她包了一个大红包。我愣了，见我愣神，老公给我夹了1筷子肉，老婆，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回过神来，婆婆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把刚才那盘肉端到了林木一面前。大孙子，多吃掉肉啊！婆婆冲着他一脸笑，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半夜醒了一次，本想翻个身继续睡，可床空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发现林成已经不在床上了。我心里隐隐传来一阵不好的预感。我穿上鞋，打着手机灯往外面走去，还没打开门，就听到了婆婆的声音：儿子啊，还是你这招好，这样你和陈姨的孩子就能光明正大的进家门了。陈姨，我家保姆的名字。顿时我定在了原地，背后就像是被几只手爬上一般，动弹不得。那个严青青，你看紧一点啊，多让他提拔提拔你。他家这么有钱，从结婚到现在才给我们家做过多少贡献呢？小气！婆婆的声音再度传来，我的心如同撕心裂肺一般。我想冲出去，可仅存的一丝理智拉住了我。这一整晚我没睡。林成进了房间，躺在床上，没有发现异样。第2天凌晨，
她起得格外早。她从外面拿进来一个药瓶，把药瓶里的药装进了我每天都吃的维生素瓶子里。我的头皮一阵麻，已经猜到了那瓶药到底是什么，是避孕药。我闭着眼，眼泪却早就湿了枕头。原来这才是我这么多年怀不上孩子的真正原因。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怎么想也想不到，这种只会出现在小说里的狗血剧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8年前，我跟家里闹掰，不顾一切嫁给了林成。她发誓她会一辈子爱我。这8年里，不管婆婆怎么羞辱我，我都回顾及她的面子，装成软柿子。这装久了，还真把我当软柿子捏了。我的双眉蹙起，看向窗外他们祖孙3辈，拳头攥紧。好啊，老娘这次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狗血。太太，您起来了吗？保姆陈姨的声音传来，一阵恶心上头，我的胃里开始翻涌。陈姨是我结婚3年后被婆婆聘进来的，干了1年，请了1年假，又重新回来。按照林木一的年龄来算，应该就是她请假的这1年里生的。林木一，林成爱慕陈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嘴角勾出一抹嘲讽的笑，自己的丈夫出轨了5年，竟然现在才知道。看到我想吐的动作，陈姨连忙凑过来扶我，我的身体下意识的闪避，胃里的酸水直接吐了出来。听到屋子里的动静，林成和婆婆都赶了过来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林成一脸担忧，看到她这副虚伪的表情，我吐得更厉害了。青青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婆婆的话音一转，她话还没说完，林成一声否认，不可能，青青不可能怀孕。我在心里暗笑一声，也是，我的身体怎么样，她比我还清楚。既然我的好婆婆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台阶，那我不介意配合一下。我的眼里含着几滴泪，语气也憔悴不少。我不知道，我已经40天没有来大姨妈了。瞬间，老公和陈姨变了脸色，陈姨当场甩脸子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这样了。从把林木一接回家后，她越发纵容。我说过她几次，可婆婆帮着庇护，我也不好再做什么。今天有了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放弃呢？我微微开口，陈姨，你去楼下的药店给我买几个避孕棒。没给她回话的机会，我继续道，陈姨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啊？那我自己去吧。我装模作样的摸着肚子，一小步一小步往外走，还没迈几步，婆婆看不下去了，陈姨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快点。陈姨的脸瞬间黑了，反驳的话扼在她的喉咙里，她只能照做。半个小时后，她回来了，我拿着避孕棒进了卧室，锁住了门。进浴室前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红笔，毕竟我不配合，还真对不起他们3个做的一场戏。10分钟后，我把带着2条杠的验孕棒摆在了客厅的桌子上。林成和陈姨当场黑了脸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老公，你不高兴吗？我们有孩子了。林成这才挤出一个笑，开心，我开心。不过老婆，验孕棒还是有不准的时候的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看。她慌乱地说话有些结巴。我站起身来，眼神落到婆婆身上，好，我去拿钱。去一趟医院可是要花不少钱呢。我故意加重了不少钱这3个字，铁公鸡婆婆当即有了反应。等等，青青，你不是有一个中医好朋友吗？叫什么婷婷是吧？你把她请家里来给你看看好了，去不去医院都一样。而我要的就是她这句话。我打开手机，把我发小兼好闺蜜杨婷婷叫了过来。我和杨婷婷面对面坐着，婆婆、老公还有陈姨都围在旁边。杨婷婷的手指落在我的脉上，面色愈加凝重。围观的3人也都舒了口气。
林成早就不耐烦，催促道：“杨小姐，怎么样，怀了吗？”杨婷婷眉峰一转，开口道：“龙凤胎，2个男孩，1个月了。”3个词出来，我都差点被她骗到。老公和陈姨更是直接黑了脸，婆婆倒是乐了起来：“好啊，青青，我就知道我们老林家不可能只有1个儿子。妈，你有孙子了。”婆婆太激动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她连忙改口：“没有没有，我们林家的后代，这不是在你肚子里吗？”我抬眸和陈姨对视，从她眸子里看出一丝狠戾。我在心里暗笑一声，这就受不了了。陈姨，你现在去收拾收拾林木一的东西。我眉头上挑，眼神里带着蓄意的挑衅。陈姨愣了，干什么？我怀孕了，她太闹腾了，把她送到老宅那边住吧，那边有佣人照顾。我话音还没落，她喊了出来：“不行！”顿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。杨婷婷故意露出嘲讽的眼神：“青青，保姆给主子顶嘴，你不开除，留着过年啊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收拾东西或走人，你选吧。陈姨委屈的眼神落在婆婆身上，眼看婆婆要开口，我连忙捂住肚子。哎呦，我肚子！见状，婆婆把她推到了一边，扶住了我。闺蜜也跟着附和：“怀孕初期，孕妇不能生气的。你现在去收拾东西，等会儿我让人来接林木一。”陈姨的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了下来，可根本没人理会她。下午，林木一就被送去了老宅，没了小孩，家里瞬间变得安静起来。我洗漱完躺在床上，林成早就躺在床上睡着了，不难看出来他的心情不好。毕竟今天他的美人受了大委屈，我本以为他会等我睡熟了再出去，现在看来我高估他了。我闭住眼，呼吸声刚匀称，他就起身出去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等待着声音从我耳机里传来：“都怪你，你不是说他每天都在吃避孕药吗？把依依送走了，我之后可怎么办呢？”陈姨的哭声传来，我下意识作呕。没错，我在林成身上装了窃听器，是我今天上午让杨婷婷来的时候带的。林成的声音温柔的不像话：“宝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根本就不爱他。那你明天就把这个堕胎药给他吃。”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这么恶毒。更让我想不到的还在后面，林成竟然应下了：“好的，宝贝，明天我就把药放在他的饭里。”我垂下眸子，之前林成在我耳旁说的所有情话全部破裂。直到凌晨1点，林成才回来睡觉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坐在餐桌上，他给我端来了一碗粥。“青青，热乎的，快喝吧。”他一脸温柔的笑。之前的就是被他这副趣味的模样蒙蔽，现在看到他这张脸，我只想吐。我推开粥，皱起眉头：“我今天早上不想吃。”陈姨连忙过来附和：“夫人，你怀了宝宝，不吃营养跟不上。再说了，粥已经煮好了，不吃会浪费的。”看着面前的这碗粥，我话音一转：“也是，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”看着我拿起勺子，陈姨的眼睛都亮了，恨不得端起碗扒开我的嘴，把粥塞下去。我嘴角勾出一抹笑，把勺子放了下去。“那既然这样，老公，你去给我买几箱燕窝吧，就网上最火的那个199元一罐的。”“青青，我没钱啊，这么贵。”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我打断了他：“没事，我已经买了，用你上个月的工资买的。”“我上个月的工资？”林成急眼了。我轻描淡写道：“对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换工资卡了，你手里那张卡怎么可能还有钱？”好家伙，我还什么都没问，就自己全说出来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他心虚了。其实我是想攒钱，给你准备一个惊喜。
他解释道。我眉眼一抬，哦，是你书房里那条红宝石手链吗？那条红宝石手链是香奶奶的新品，18万。林城还没开口，陈怡忍不住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我和陈怡对上目光，要不是他进了家门之后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如果不是房子里大大小小的房间都要我打扫，我这辈子都发现不了林城转移工资卡这件事。林城明显慌了。青青，你先喝粥，喝完粥我给你带上。本来说等你生日的时候再给你，没想到你发现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粥我就不喝了。燕窝送货上门，等会儿就到。你现在把手链给我拿过来吧。陈怡还在挣扎。夫人，粥会浪费的。我把粥端到他面前，怕浪费你喝。陈怡愣了。不，夫人你喝。我丝毫不惯着他。你都说了怕浪费，拒绝做什么？还是说这粥里有毒？你下药了？闻言，他的身子下意识抖了一下，额头上布满了冷汗。怎么可能呢？夫人，您吃的饭都是我精心准备的，怎么可能会下药？他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等他再说话，我直接掐住了他的下巴，把勺子插进了他的嘴里。陈怡的身子一软，跪在了地上，伸出手来抠嗓子，把刚喝下去的粥全部吐了出来。林城反应过来，连忙拉住了我。你疯了？如果没下药，他怎么会是这个反应？我一把甩开了他的手，听到晚岁的声音，婆婆连忙赶过来，看到瘫在地上的陈怡，眼里满是心疼。我的老天爷呀！青青，你做什么？陈怡看到婆婆哭得梨花带雨，没死过10个爹都哭不成这个样子，不就是哭吗？我也会。我掐了自己大腿一下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了下来。妈，他给我碗里下了堕胎药，他想毒死你2个孙子。婆婆听了，看着陈怡的眼神瞬间变得很厉。陈怡还在解释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不要瞎说。证据我确实没有，但是借口我有。我哭得更凶了一些。里面没下药，你怎么不吃？再说了，我肚子里有了2个儿子，孕妇会多愁善感，没有安全感，很正常啊。说着，我的手捂住肚子，做出一副肚子疼的样子。见我哭成这样，婆婆心疼，一把甩开了陈怡，扶住了我。青青，别生气，会冻到我大孙子的。妈扶你恢复休息。婆婆把我扶回了屋，我躺在床上开始下一步打算。妈，我明天要去医院查一下，昨晚我的内裤上见红了。婆婆听了，连忙从兜里拿出500块钱塞到我手里。青青啊，现在去，我陪你去。我摆了摆手，妈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您今天不是还要回老宅吗？婆婆犹豫了片刻，应了。我拿着抽屉里的维生素药瓶去了医院，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避孕药，我怕我的身体会出事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算林城有良心，他给我吃的良性长期避孕药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。我拿着报告单和医院卡去一体式智能机退卡里剩下的钱，可把卡插进去，显示的却是林城的名字，上面还有一行红字：您上次的报告单还未打印。上次是我和林城一起来医院体检的那次。我的手指落在打印2个字上，随着机器响起的声音，吐出一张纸来。我拿起纸，目光瞬间被那一行字抢过去：患者林城精索静脉曲张，导致不孕不育。这张报告单没被打印出来过，也就是说林城不知道这件事，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出问题的人就是他。那林木一呢？我轻笑一声，眼里满是对林城的轻蔑。自己被戴绿帽不算，还要给别人养孩子，确实
这个年头，像他这样的冤大头不好找。没等我出医院，林成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心里一震，难道是他发现什么了？我按下电话接通键，电话那端传来他焦急的声音：“青青，你在哪里？依依生病了，你快过来。”说完，电话挂了。我3两步跑去了急诊，老公还有陈姨都在门外等着。我还没站住脚，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了。哪位是病人家属？陈姨比谁都急。我抬手把她推到一边。孩子是我们领养来的，我是他养母。医生摘下口罩，叹了口气：“孩子急性白血病，跟遗传有一定关系。”听了这话，林成傻眼了。不可能会是遗传，他父母都没有白血病。我们领养他的时候，他父母在哪里都找不到。你怎么知道他父母没病？我站在他面前质问道。陈姨已经绷不住了：“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！”医生没时间听我们废话，双眉皱起问道：“谁是 O 型血？现在血库告急。”我把林成和陈姨推了出去。我丈夫是，我家保姆也是。医生下令：“你们2个现在跟着护士去抽血。”林成却一动不动。“不行，我们不能输，你再墨迹病人就要不行了。”医生的音量提高：“直系亲属不能输血。”他低着头道。我有些愣，没想到会是他亲口说出来。医生顾不得管这些爱恨情仇，又去联系了血库，只剩我们3个站在手术室门口。林成转身，直接跪在了我面前：“青青，我对不起你。”紧接着，陈姨也跪在了地上。我红着眼看着他们2人，一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，最后只说出了5个字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我话音还没落，林成一个响头磕在了地上：“青青，我们不能离婚。”陈姨抓着我的裤子求我：“青青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走，你和林成一定要幸福。”不等我回话，林成的头已经磕得流血了。“老婆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”我忍着恶心，吐出了一个好字。不是因为我圣母，因为现在没到时候。我跟了他这么久，在他家里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不讨点利息怎么行呢？当晚回家后，陈姨卷铺盖走人，婆婆在医院照看林木一，只剩下我和林成在家里。我跟他没什么话可以说，洗漱完躺在床上就闭住了眼。但林成没有，他还在自作聪明。看我没动静了后，他又出去了。我戴上耳机，熟悉的声音再次袭来：“宝宝，委屈你了，你再等等，我已经开始转移资产了，都转移到我妈名下，再有半个月我就跟他离婚。”听到这个在我耳边响起过无数声的称呼，我只想吐。陈姨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林成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受多大的委屈我都不在意。还有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”林成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她怀孕初期，听我妈说还见了红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她一生气，孩子自己会没有的。好一对狗男女。”这情话说得比狗粪都香。我怎么说认错态度这么好？原来要转移财产。连着这几天，林成对我都很热情。当然，这几天我也没闲着。我把林成和林木一的头发送去了检测机构，到底是不是亲生孩子，一测便知。一开始林成的态度还算好，到后面3天他坐不住了。一大早，我本来打算去检测机构拿结果，可谁料刚出家门，一个大男人挡住了我，按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墙上，那张猪嘴朝着我的脸扑过来，嘴里还叫着：“宝贝，你什么时候从他家离开嫁给我？”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街坊邻里都凑了过来。从他触碰到我的第1秒，我就反应过来，这是林成做的局。他在为离婚做铺垫。他最爱面子，
如果让街坊邻里知道林成因为出轨离婚，他的脸就会无处安放。所以他安排了一场好戏，让我先出轨。我轻笑一声，他还真不是一般的蠢，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我弯腰一个快步，从猥琐男的腋下溜了出去。没等他转身，我一拳落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猥琐男当场晕倒在了地上。听到咚的一声响，林成冲出来看都没看，对着围过来的这么多人开始大喊：颜青青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难道都饥渴到开始把男人带回家了吗？他说完这番话，才发现倒在地上的人不是我。没等我开口，我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讨论声。不是吧？人家青青刚才差点被这个男的占了便宜，他第一反应竟然不是维护他媳妇，他到底是对自己多不自信啊！见到个男人就怀疑他媳妇出轨，就是，人家青青是个多懂事的孩子啊，每次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。这个林成真是的，不是什么好人。听到舆论的声音和他想象的不一样，他慌了，拉着我的胳膊往屋子里走。我一把甩开他，别着急呀，老娘还没开始发挥呢。老公，我知道你出轨了，陈一觉得丢人，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恶心下作的手段来污蔑我吧？你篡改医院结果，骗我说我不能生育，然后你就名正言顺的以领养的名字把你和陈怡3岁的孩子领进来，我认认真真的给你照料家庭，你却一心想着别的女人。你不爱我就算了，你还要害掉我肚子里的2个孩子。说完，我把那天晚上的录音放了出来，他的声音清清楚楚。你放心，他昨天见了红，到时候一生气，孩子自然会没。为了做样子，我还掉了几滴眼泪。邻居们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指责他：你这个男人怎么做的？原来你个林成是这种不负责的人。行了，之后别让你妈来跟我们打麻将了，我们跟你们玩不起。一阵评判声传来，他黑了脸，他强硬地拉着我的手进了屋。我想甩开他，可奈何力气没有他大。林成把我摔在沙发上，一巴掌朝着我的脸砸过来。我手疾眼快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一口咬了下去。他疼得松开了手，嘴里还在骂：你个臭婊子，现在满意了？你就是想让我丢人是不是？我点了点头，是。离婚这2个字，他终于吐出来了。看来财产是转移完了。我一秒都没犹豫，求之不得。他拿着户口本拉着我就要往外走，我甩开了他。谁跟你说要走正常程序了？我要起诉，起诉！他的嘴角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。颜青青，你拿什么起诉？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转移了。还有，你既然要离婚，现在就滚出我家，我下午就要把依依接过来了。他看到你心情会不好。一夜之间，他暴露出了他的本性。对，我确实没钱，但是我爸有钱。我出了家门，拨通那个8年前的电话：爸，我想回家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10辆劳斯莱斯停在了门口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老爷等这天已经等了太久了。我坐上车，暂时告别了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。我当牛做马，在他家里受了8年的委屈，他还真忘了我也是个大小姐。回到家后，我跪下跟我爸道歉，当初没有听他的话，执意嫁给了林成。还没等我跪下，我爸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。宝贝女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而我爸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就是那张起诉书。我爸给我请了最厉害的律师团队，毕竟准备证据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去了度假岛，想好好放松，可没想到冤家路窄这句话会落在我身上。我正在沙滩上散心，迎面碰上了那对狗男女。对了，还有那个为孙子侍从的婆婆。
明显能看出来他兴致不高。毕竟我带着2个球跑了。我眼神一转，脑海中突然想起林成要把我气到流产这句话。既然你这么希望我流产，那我就浅浅流一下好了。他们3人迎面走了过来，陈姨先开了口：“夫人，不对，严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的眼神里满是挑衅的目光。我眼神故意眯起来，装作一副可怜样子。我最近心情不好，来散散心。原来你离开林城就不能活了呀？对不起，严小姐，这都是我的错。说着，他就要鞠躬。林城拦住他：“姨姨，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”他转身看向我：“怎么，起诉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家里的监控，我转移财产的全部被的删得一干二净。你呢，就等着败诉，然后给我赔钱。”姨的话音子，听到孩子这2个字，婆婆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。青青，孩子怎么样了？我大孙子怎么样了？我抬手擦了擦眼泪。妈，我的孩子因为过度生气没了。这声妈我喊得比亲妈还亲，婆婆的眼神都快碎掉了。我继续道：“你不要怪林成和陈姨，毕竟他们2个是真爱，我受点委屈没事。”婆婆当即站不住了，一巴掌扇在了陈姨脸上：“你孩子快保不住了，你还想害死的另外2个孙子，好恶毒的女人！”陈姨被打得站不住脚，林成这个妈宝男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对他们小打小闹没兴趣，毕竟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我绕过他们3人回家了。回家后没几天，开庭了。我好好给自己打扮了一番，毕竟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在8年前拍结婚照的时候，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我，应该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坐在法庭的对立面。他一脸轻松，仿佛对自己磨灭的证据很自信。他的证据确实藏得好，摄像头、银行卡里的钱、房产证上的名字、车本上的名字，都把我去除得一干二净。不过他藏错了，我今天告的并不是他婚内出轨，是他贿赂医院。我爸动用手段，把他贿赂医院的证据全部拿了出来，除了篡改我的体检报告，更严重的是做假药。林木一生病后，花钱如流水，医院一天就要1万块钱，进口药贵，他做了假药，和医院里的内线连同。他瞪大双眼，死死地等着我，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。我证据充足，甚至还找来了证人，就是那个医生。他人都傻了。2个小时后，他被警察押走。我继续准备2审。他背叛了我这么多年，出轨这件事怎么可能就这样算了？1个月后2审。至于证据，谁说非要调查？有人证也算啊。开庭当天，我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，那就是比我亲妈还亲的婆婆。法官坐在台上问道：“请问您确定被告人林某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吗？”婆婆站在证人台上，点了点头。她拿出了所有的房本、车本，还有银行卡，这都是我儿子转移到我头上的，转移记录没了，我只有这些。林成当场忍不住了：“妈，你为什么帮他说话？我2个大孙子还在他肚子里，你反正高低都得进去了，你难道想让我们老林家断子绝孙吗？”林成眼都红了：“怎么断子绝孙了？不还有林木一吗？”下一秒，婆婆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单：“你真以为陈毅那个贱人的孩子是你的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看看。”报告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根据遗传学原理和遗传规律，表明林成是林木一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为0.0001。林成瞬间傻眼了，看向坐在他旁边的陈姨。陈姨连忙站起来解释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林成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没等陈姨把话说完，
林成一个用力顶倒身后的警察，一拳朝着陈怡砸了过去。林成手上的手铐正中陈怡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当场流出了血。1个小时后，救护车和警车把他们2人带走。这场官司我也赢了，没错。我在开庭前夕把婆婆约了出来。妈，其实我肚子里还有孩子，我只是不想让林成跟我抢夺抚养权。我坐在高档餐厅里，手里的刀叉还插着肉。先不说我肚子里孩子的事情，光是我这一身名牌就把他的眼神瞪直了。我也不瞒着了，妈，你也知道，这几年我爸发展的不错，我们肯定是不缺钱的。只是他连忙点头，妈理解你，妈理解你。没等我吃完饭，我拿出了那份亲自鉴定报告。婆婆看了之后直接跳了起来，看我不去收拾那个贱女人，把我们家搅得一团乱，还让我儿子进了监狱。我按住了他，妈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有办法。妈，林成进去已经改变不了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没人给您养老。我给您300万，你只需要把我说的资料带到法庭上去。听到这几百万，婆婆的眼神立刻亮了。青青，还是你对妈好，你让妈做什么，妈都配合。听审完之后，婆婆直接去找了我。青青给妈的钱什么时候给我？我转过身看向她，眼里没有一丝情绪。钱我已经给你了。婆婆脸色一变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的？那张银行卡，我的胳膊环在胸前。我8年前嫁给你家，算得上低价吧。尽管我爸不想让我嫁给你，但也在明里暗里帮过林成很多次。如果没有我爸，林成根本做不到总监的位置，挣的就算没有500万也有300万了吧。这些钱我就不讨回来了，算是我们婆媳一场最后的情面。至于孩子，本来就是一场乌龙，你就当我没存在过好了。之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家后，我爸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个公司，5年内，我带着公司进了世界500强，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了10大首富的名单里面。而林成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我本来打算去会会他，可没想到他没给我这个机会。他出狱的第2天就把陈怡杀了，陈怡死在了家里。林成再次被警察控制，1个月后被判了死期缓刑。而我那个婆婆抱孙子的希望破灭，钱渐渐被他挥霍完。他迷上了买彩票，钱全部砸了进去，他1分钱没捞到，只能去垃圾桶里翻垃圾。我转身不再居于这一方的牢笼，转眼看向世界。婚姻是对女性的囚笼，一旦变了味道，就很难再踏足。庆幸的是，我有结束不幸福的能力，也很庆幸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没有用丢尽颜面的方式讨回我的不公平，而是用冷静克服这一切。转过头来，我发现世界美好，跟自己的不幸福和解，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